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又来说说德国。说到德国人，我们很多人心目中都以为德国人不是以严谨著称吗？对不对？这种说法可能在以前有一定的原因，但是现在呢不一定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我们今天要说的是发生在德国东部城市德累斯顿的一件事。德累斯顿是东德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也是一座历史名城。这座城市真的非常漂亮。有城市一般来说就有河流，对不对？而穿过这个城市的河叫易北河，有河那就会有桥，有一座桥呢叫卡罗拉大桥。昨天悲剧发生了，我们现在呢是9月12号，那么昨天是9/11，9月11号。9月11号凌晨3点的时候，在德累斯顿这座卡罗拉大桥，其中100米的一段坍塌了，掉入了河中。所幸当时呢没有人员伤亡。这是一座综合大桥，既过车、过人，也过有轨电车。而掉入河中这100米这一段呢，是有轨电车的。当时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幸运因为凌晨差不多3点的时候，最后一趟这个有轨电车还通过了。然后呢，大概凌晨3点08分的时候，这一段100米的桥就坍塌，掉入了河中。现在这个河段呢被封起来了，通过这个桥的还有2条那个输暖的那个管道，这个输暖的管道当然也破坏了整个相关的城区，这些不管是医院学校还是家庭，这个供暖也出现了问题。不过这都是次要的，主要就是当时呢没有人员伤亡，这真的是不幸中的万幸。那么德国媒体报道，造成这个坍塌原因很可能是这个桥年久失修，本来应该修的，但是呢一直还没有修到这个地方。今年3月份走那个汽车那部分呢已经维修完了，通车了。接着他们想呢2025年的时候开始维修这个走有轨电车的这部分，但是还没有来得及维修，已经毁坏了。据说这个毁坏的原因，刚才说了，是因为腐蚀。为什么呢？还是与德国的气候有关，因为冬天德国还是比较冷的，经常出现比如说下雪或者是下雨下冻雨那个结冰等等。所以呢，不管是路面还是桥面都需要撒一些融雪的盐。这种盐呢是非常具有腐蚀性的，年复一年的，每年都撒盐，那混凝土钢筋就这样被腐蚀了。所以这桥可能就是因为维修不及时，腐蚀过度，所以坍塌了。这反映了德国方方面面千疮百孔的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在德国很多基础设施急需要维修要翻新，但是由于德国人的办事效率非常非常的低，然后呢资金又不到位，所以导致了很多本来该维修的，比如说建筑或者桥梁没有来得及，所以导致了不幸中的万幸，一个小悲剧吧。但这真的说明了是一个德国一个缩影就是德国这个国家刚才说了是千疮百孔，这是其中一个方面。说到德国的桥，还有说到德国的办事效率，让我想起了另一张我几个月前看到一张图片，但是我一直保存着。我想这张图片可能有一天我能用得上，刚好呢今天我用上了。这也是一座桥，我们看图片这是一座在西德的科布伦茨这个市的一座桥。这市有2座桥，这是其中一座。这座桥呢已经很久很久了，已经可能有100多年了吧，所以呢摇摇欲坠。现在呢市政府决定到底是翻新呢还是新建，最后呢选择了那个新建，也可以说是重建吧，因为是在那个老桥的旁边直接建一座新的桥。我们看这张图片上面的文字是一家建筑工程公司的那个告示牌，上面写的是这个桥的名字 Pfaffendorfer 桥。这里说是翻新，但是我去做了一下资料，现在不是翻新，而是重修或者是新建，应该叫新建可能更好。翻新是在原来旧的桥的基础上做一些修改
升级啊叫翻新，我是这样理解啊。但是现在重建就不算翻新了吧？反正还是与这座桥有关。你看，他写上工期到2028年年底为止，现在是2024年，如果是按照现在计算，到2028年年底还有4年多，对不对？我看了这个科普伦茨市政府的公告，上面呢有官网，上面写着呢是新建这座大桥，这座大桥新建的是311米，但是这个图片他说是翻新的是500米，不管怎么样，是311米也好，还是500米也好，反正这座桥的长度最多就是500米，对吧？最短是311米。如果新建的话，他说工期是多少年？5年，而且是计划。按照我在德国这个经验啊，我因为见的太多了，计划赶不上变化。一般十有八九在德国，所有这种公共项目啊都会延期，没有不延期的。也许会延期1倍的时间，也许会更长。也就是说，现在计划是5年的时间，那也许会10年。我觉得如果是8年能够建好，就烧高香了。成本是多少呢？1.8亿欧元，目前的预估。但是按照在德国过去做工程，所有工程那历史来看啊，这个成本肯定会飙升。也就是说，现在1.8亿，也许呢到完工的时候变成了3.6亿或者4亿欧元都有可能。主要是我们看啊，短短300米的桥梁，计划工期5年，对吧？这就是德国速度啊，德国效率。对我来说毫不夸张，因为我已经见怪不怪了。但是对中国人来说啊，我们知道中国的速度是怎么样，而且中国的这种基础建设、这种质量肯定是过关的，就是多快好省，又快又好，而且成本又不高。但是在德国又慢，成本是天价。中德两国国家相比啊，这是完全不同的啊。我不是在唱衰德国，这是实际情况。你看，它这个看板上面就写着2028年年底，对吧？现在2024年，我是几个月前，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得到这张照片，也就是说，这个5年工期啊，这是肯定是真实的啊，而且这是计划。一般来说啊，刚才说了，计划肯定赶不上变化。按照德国人的那个办事效率，绝对会延期。会延期到比如说2027年、2028年，我认为呢，2030年能够完工，就真的烧高香了啊。好，你看这是其中一个项目，德国基础设施的。说到德国速度，说到德国效率呢，我又想到了另外一个，就是德国人非常诟病的斯图加特21这个项目，缩写为 S21。这个项目有多久时间了呢？我们看这个图，1995年开始，可能是立项，到2024年，跨度差不多30年了，对吧？现在离完工还遥遥无期。我们再看这个图，1995年的时候，预估成本是25亿欧元，而到了2024年，它的预估成本是多少呢？120亿欧元，这是预估的啊。大家猜猜看，这个项目，一个火车站可以说是扩建，还有翻新项目。当然，它的项目不仅仅是这个火车站内部，还有很多，比如说57公里的那个高铁的铁轨啊，还有很多那个隧道啊、桥梁等等，反正是一个非常大的综合项目，120亿，也就是说，妥妥的差不多1000亿人民币啊，1000亿人民币，你们想想看，能够完成多大的项目了？在中国，1995年到现在2024年，跨度29年，对不对？大家想想看，官方给出的那个完工的时间，现在延长到什么时候了？延期到什么时候？延期到2026年年底。也就是说，这个项目从立项到完工，如果能完工的话，31年，对不对？不过按照我对德国的观察啊，2026年绝对完不了工，因为在之前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柏林首都机场。它也是延期了9年多才完工。好，我们看，如果是2026年不能完工的话，那到什么时候呢？
如果问我啊，我觉得保守的估计，2030年如果能完工，像刚才那个科布伦茨311米那个桥一样，可能也是2030年完工。那时候完工就烧高香了。然后呢，成本还继续飙升，到2024年的时候，成本是120亿欧元，对不对啊？那我估计呢，到真正的完工，可能要150亿欧元。如果到时我还活着的话，我们再回头看，我会不会被打脸啊？我估计呢，最后 S21的项目，它总成本会达到150亿欧元，大概乘以8，相当于差不多1200亿人民币，就这么一个项目啊。这就是德国人的办事效率，以及德国人呢，可以说非常的豪爽，对吧？这个项目据说啊，是该州，这个州叫巴福州，这是该州史上呢最大的项目。本来不是特别大，原来就是25亿欧元，对吧？最后变成了完工，刚才我说的可能150亿欧元，也就妥妥的升了多少呢？6倍。更有趣的是，在这种所谓的民主国家，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没有任何人为之负责。不管你是项目烂尾了，还是呢这个成本失控了，变成了天价，最后呢没有任何人为这个项目负责，买单的是谁呢？就是所有纳税人呐。这个项目啊，它的成本是由德国铁路，还有德国联邦政府，还有州政府3方共同出资，也就是说每方负责1/3。我们也知道，德国联邦政府它的钱从哪里来？是不是从纳税人那里，对吧？州政府的钱从哪里来？也是从纳税人那里。还有德国铁路公司呢，它是一家准国有公司，其实最后呢还是纳税人。那最后呢，像这样的天价项目，还不是纳税人买单，对吧？而那些什么政客呀，那些经理啊，他们管理混乱或者失败，不用买任何的单，拍拍屁股走人了。你想想看，在中国，如果一个什么项目它飙升6倍的话，肯定有人会为之负责。在中国是问责制，而在西方所谓选举制国家，那么优秀的制度，竟然呢没有任何人为之负责。就像政客一样管理国家不到位，然后呢一纸声明说我辞职，然后拍拍屁股走人了，最后呢还会有一笔优厚的遣散费。这在德国是真实的情况啊，就说你失败了，反而得到了很优厚的报酬。比如说德国的高官，如果是他辞职了啊，他会享受比如说几年的高薪继续领。在中国可以说是闻所未闻啊，哪有这样的情况，对不对？肯定不是人头落地，那就是某人可能会坐牢，牢底会坐穿。但在德国根本就不用担责。唉，说到这里啊，虽然很多德国人诟病这个项目，骂这些项目方或者骂这个官方，但是除了骂之外，这些纳税人还能怎么办呢？什么也做不了。可以说啊，就像我们俗话说的，约到炮自己约到炮，含泪也要打完，对吧？这个项目已经开工了，不可能烂尾烂在中间，对不对？所以呢，含泪也要建完，即使是天价。所以这样一个火车站翻新以及扩建工程，硬是变成了天价的所谓爱马仕项目。是我称它为爱马仕项目，因为爱马仕我们也知道是奢侈品，对吧？是所有奢侈品中几乎是最贵的，所以呢，这是德国项目的爱马仕。最可悲的是，对我来说最有讽刺意味的是，没有任何人为之负责，只有那个纳税人傻傻的为所有这种项目买单。类似的项目，刚才我说了，还有德国的那个首都柏林这个机场，还有汉堡的那个叫什么歌剧院还是怎么样，对吧 ？Philharmonie 相当于交响乐那种建筑物。还有呢，在我所在那个城市科隆，也是那个歌剧院。本来当时啊，也是想到底是翻新啊，还是新建呢？最后因为是建筑师吧不同意新建，所以呢现在翻新，现在已经不知道多少年了，我也没有再去关心过。
反正呢，这是一个我们科隆的无底洞的一个项目，已经延期了 N 年了，还没有完工的迹象。所以从这点来说，说德国人严谨，我只能说，怎么说呢？无话可说了。严谨可以说跟现在的德国人不沾边了啊。现在只是拉胯，还有懒惰，但是没有任何效率，这是我对德国人现在的印象啊。当然，我相信任何一个承认事实的德国人也会同意我的观点。真的，德国人完全没有执行大项目的能力。所以呢，在过去一说到柏林那个首都机场，还有一说到现在斯图加特21项目，很多德文挖苦的说，应该让中国人来干呀，让中国人可能2年就全部干完了。就说明啊，其实啊，中国人的基建这个名声在德国也是几乎是家喻户晓的。没办法呀，因为他们媒体至少在这方面是报道中国，就是基建方面呢，这速度很快，偶尔也会报道中国的那个高铁，偶尔啊，经常他是不说的啊。还有呢，也会报道中国一些完工的一些大桥等等。反正呢，对于关心时事的德国人来说，他们是知道基建狂魔，对吧？基建狂魔这名声确实是在外的，德国的人也知道。好，今天呢，我就是从德国东德德累斯顿，它一座桥坍塌，这引起这种事故呢，再延伸到现在德国，确实整个德国很多需要维修的，有围楼啊，还有围桥等等。不管是这种河流的桥，还有高速公路那种桥，也有很多啊。原来德国一些媒体都经常报道这种围桥这种项目。还有啊，德国人也在吐槽呢，德国有钱给那个外国人，还有给难民发福利，但是没有钱给自己搞基建、翻修，所以呢，让很多德国人觉得非常的无语。据说啊，现在德国人变成了一个高素质的德国人，有知识的德国人纷纷逃离德国的一个国家，相反的那些什么难民啊、文盲啊，纷纷的跑来德国。不过呢，前段时间在索林根那个地方，不是出现了有3个人被砍死，也是被一个有移民背景、有难民背景的人砍死的这个事件之后呢，全德国一片哗然。然后呢，突然德国政客呢，原来不是无所事事的吗？很多德国人对这个难民反对难民的，非常的气愤。但是呢，一直呢，德国的政界没有任何的表示。可是呢，发现这个事情之后，全德国一片哗然之后，现在政客们担心他们选举了，对吧？然后就纷纷做出了一些比原来严厉得多的针对所谓难民的各种各样的政策。现在可以说是亡羊补牢，已经太晚了，因为这些人已经进来了，你想再送神就难了，对不对？所以导致了，你看现在整个国家就是为德国人自己办事没钱。但是呢，发给外国人福利，发给这难民福利就有钱，所以让很多德国人通过这次，特别是通过现在俄乌危机之后，看清了德国啊，没有俄罗斯的能源，便宜的能源是没有未来的，工业纷纷出走，对吧？倒闭的倒闭，出走的出走，然后呢，能源价格飙升，所以导致了很多德国人看不到自己的未来，那些纷纷有能力的。也就是高级知识分子纷纷选择逃离德国，他们一般是选择移民到瑞士、到美国、到奥地利等这些国家和地区。相反，那些没有什么技能的人，甚至文盲呢，纷纷跑到德国啊，就导致了整个德国啊，从我的观察来说，这过去20-30年，整个德国人的素质啊，它整体的状况来说，都是向下沉沦的，这没办法，而且将来也不会好转。我可以告诉大家，非常肯定，绝对不会好转，只会更坏，不会更好。好了，朋友们，这就是我今天从德国这个东德德累斯顿一座桥它的坍塌发表一些感想吧。结合其他的，比如说科布伦茨的那座大桥，还有呢斯图加特21项目，这个项目这个成本失控飙升，还有它那个
项目的时间完工遥遥无期，发表一些感想，我就觉得德国人的严谨还有德国人的效率，真的与我们很多中国想的呢是南辕北辙，可以这样说，对不对？好了，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次。